大家知道为什么现在结婚率这么低了吗？今天呢，我接待了一个28岁的女生她又让我听到了那一套理论。她说女生结婚要彩礼有错吗？父母把自己养这么大，难道就是为了白白的嫁到他们家去给他们洗衣服做饭，还得给他们生孩子？我做完了家务，我还得照顾他的全家，而我做这些有很多的男人看来都是理所当然的嘛，在他们的眼里这些并没有什么价值，而我自己还得放弃工作来照顾这个家，我失去了社会价值的同时，我也失去了青春和尊严我花点钱还得手心朝上呢，最后保不准人家再劈个腿给我整个人财两空大好的岁月和青春就留给了家务活了陪着这个男人成长。如果有一天他飞黄腾达了，可能最后留给我2个字离婚。如果我出去工作，那就没有什么时间照顾家庭，对吗？生活工作双重的压力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太难了。总之我觉得女人太不容易了。现在还有谁愿意做家庭主妇呢？所以女人都要出来工作的，自己挣钱自己花呗想怎么花怎么花所以我觉得女生结婚要点彩礼没什么毛病。他说的这番话乍一听也没有毛病，但是你要仔细去想呀，就有很大的问题了首先嘛，男女有别，社会有分工，对吗？身为女人或者男人就应该各司其职，站好自己这班岗你该生孩子你就生孩子，他该赚钱养家就赚钱养家，彼此理解相互包容，这才像一个家呀。其次呢，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有毛病你是父母辛苦养大的，那他是石头缝里蹦出来自己个儿长大的不成吗？还说家务活都是给他们家干的，那你看看你说的这话，这难道不是你的家吗？你不住在这儿吗？孩子也是给男人生的这句话更可笑，好像这个孩子生出来只认爸不认妈。你自己都已经把自己定位成一个保姆了，你都自己把自己定位成一个生孩子的机器了，那你怎么不会失去尊严呢？首先你的这种想法就得不到别人的尊重了这个真的是你自己个儿从根上的问题。还有关于彩礼这件事那就更搞笑了。你要知道从你要彩礼的那一刻起，你就已经输了嘛。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要你在伸手你是在用你自己跟钱做交易所以不是别人把你物化了吗？是你自己把自己物化了呀，对吗？而且现在有很多人都没有搞明白，这个彩礼那是要跟嫁妆对等的，甚至嫁妆那是古时候嫁女儿的时候娘家人的实力的体现，而现在的人就只说彩礼从不谈嫁妆，这个不就是买卖了吗？父母自己都这么认为，我这女儿养这么大了得换点钱回来呀，不然养这么大不换个好价钱不是不划算吗？我也搞不明白现在这些被演变出来的风俗真的是让人大跌眼镜。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马斯克他非要造机器人了吗？咱到评论区聊聊。最近有位粉丝问我他说是不是年龄越大越难脱单了呢？我的回答是对这位粉丝他是一位35岁的大龄剩男，我们来看看他这些年的相亲经历和感悟。他说呢，我相亲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相了不下50多个女生结果都失败了，不是条件上不太符合人家的预期，就是长相上呢不太符合我自己的眼缘。有时候好不容易找到个合适点的，最后呢性格还不合，恋爱都谈不下去，也结不了婚。那随着年龄越大呢，感觉脱单越难了。他总结了一下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吧一个呢就是选择范围变得越来越小了。那会儿年龄小的时候呢，还有很多的人给他介绍相亲对象，虽然结果都没有成功，但是在相亲的路上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成功希望的。可是现在呢，随着年龄的增加，已经越来越少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了。最后一次相亲已经是1年多以前的事了感觉自己已经快要被抛弃了的样子，完全没有人帮他介绍相亲了。其次呢，就是自己现在实力确实越来越弱了。我的工作一直就是在一家国企里边，每年呢就挣那点钱涨也涨不了多少。年轻的时候呢，我这个条件还算可以，家里边有房有车有个稳定的工作，没人介绍的时候呢，也有挺多姑娘愿意跟我见面聊聊天的。但是近几年人家一听我这个条件就觉得不行了嫌我收入太低了，还有房贷有车贷每个月呢确实所剩无几存款也不多。我也想过要不要换个工作得了换个能挣钱多一点的，女同事也多一点的地方。可是呢，我多方打听之后发现换了工作可能也不一定
收入不但不稳定了啊，单位里的姑娘啊，年龄大一点的可能早就结婚了，要么就是人家的虽然年龄大，但是要求呢仍然很高，我还够不着人家啊。那些刚毕业进入社会的小姑娘呢，可能又有代沟，聊不到一块去，甚至人家都还没有结婚的打算呢。而自己的年纪都这么大了啊，更多的时间又想着怎么多搞点钱，年龄越大呢就越现实，不像年轻的时候了，拿着2000块钱的工资也能做着年入100万的梦。现在更多的呢是想着怎么多赚点钱呀啊！看着这么穷的自己，哪里还有勇气呢去追求女生？自己都天天吃土了，还拿什么给别人幸福呀？啊，有的时候结婚就是需要年轻的时候那种盲目的自信啊，相信自己未来会变得更好，即使现在什么都没有，依然能给未来安全感。可是到了30多岁了啊，这种情况已经就不存在了。不仅自己不相信未来会更好，别人更不相信。所以到了我这个年龄，如果你条件好点那还没问题，如果条件差呀，就连相亲你都没资格了。第3点啊，35岁的年纪了，像我这个条件啊，也没有资格去追求那些特别年轻的姑娘。所以我遇到的相亲对象大部分都是大龄剩女了，他们的思想性格我真的很难去跟人家契合。我基本上无法从他30多岁的容貌去理解他那个20多岁的心态。吃饭的时候少点2个菜呀，就会说我抠门没给他夹菜呀，就说我不够体贴。讲未来的计划呢，就是给他画饼。聊天有些不同意见，那就完全是3观不合。他们对于自己的结婚对象要求并没有随着自己的优势的消失而变得更宽容这些大龄剩女结婚的欲望其实也不太高了我相信他们对于结婚并没那么着急了，或者说他们对于自己结婚的对象更加严格了。所以我们都不好脱单了。其实35岁以后男女都一样，脱单变得不太容易了。大家觉得他分析的怎么样？有很多女生她都不明白一个道理就是一个优质的男人在各个方面都优于你的男人，他是基本上不太可能去跪舔你的但是呢，有的人他还偏偏就非常期待这件事情就是我这里有一个96年的女孩嘛，长得确实挺漂亮的，身材气质都很好算得上是美女了。学历呢也还不错就有一点短板，家境属于很一般的人普通工薪家庭的孩子嘛。所以呢，这个姑娘就一门心思她要找个富豪或者是有钱人的男孩实现阶层的跨越嘛。而且呢，对方还必须得学历很高，性格很好有眼缘，智商情商双商在线，还得能够接受他的家庭对他呢无微不至的好，忠诚专一，还得靠谱，并且愿意宠着他惯着他在金钱方面愿意为他大方付出的男士。就这么着在我们这儿挑了个够终于出现了2位基本上全方位符合他要求的男士。这2位男士呢也都愿意跟他接触接触。可是这个姑娘一点儿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她每一次约会都要打扮很长的时间，男生必须去接她，约会完了呢也必须送她回家。这个都还好嘛关键的是她每一次都让男生在楼下等她1个小时以上，要么呢就是她一定会让男生在约会的地点等她很长的时间，她才会出现她一定是要迟到的。要是出去吃个饭，如果饭店的档次不符合她理想中的规格那是直接就跟男生说，我花了那么多的心思打扮，穿那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衣服，并不是来陪你吃这个路边几百块的。在他看来起码也得一顿饭消费上千才能体现出男生的诚意来。其中的一位呢，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就不想理这个男生了。男生联系他呢，他就好多天都不搭理人家。他想的是一开始就得让对方了解自己的想法得立好规矩没这么怠慢人的。他认为冷处理几天这个男生肯定会主动来哄他的。可是这位男生从此却再无音讯了。另外一位男生呢，跟他约会有一次就是因为路上很堵车迟到了一会儿，他非常的不高兴，说一个男人怎么能让一个大美女等了他40多分钟就这个太不靠谱了。所以呢，你看他自己迟到呢就是可以理解的男生迟到就是人家不靠谱。结果呢，他为了让男生再尝一尝等人的滋味在一次约会中他足足迟到了2个小时可笑的是等他到了目的地的时候呢，男生已经离开了给他发来一条消息说要回公司开会。这一次呢又不欢而散了，并且这个男生呢也没有再联系过他了。但是这个姑娘却并没有从这2件事情中吸取教训她给到自己的解释就是只不过是不合适的人罢了。其实她不明白，质量比你好的，各方面条件都比你优秀的男生
不会像你期待的那样主动，舔狗似的去追你的。人家是缺心眼吗？他们身边根本就不缺跟你一样的美女。动动脑子想想啊，是不是那些特别主动追你的、舔你的，全是那些你看不起的，条件不太行的。所以啊，记住了，别以为所有的男人都需要跪舔你，条件越好越不可能那么主动的找你的，因为人家根本就不缺。你要是矫情啊，他可能就懒得伺候了。所以不要期待优质男人还优质还主动基本上你是在发春秋大梦。你们说对吗？我最近呢问了一位男粉丝，为什么你条件这么好，现在都40多岁了还定不下来呢？你是不想结婚吗？还是有恐婚症啊？他说了一番话令我挺惊讶的。这位男士呢，从小就生活在一个高知家庭，家境很好。他32岁的时候呢，从体制内辞职了，下海从商。他凭借自己的能力，生意越来越好。目前公司呢年利润丰厚，尽管呢现在在这个经济大环境不太好的情况下，他的公司业务呢仍然屹立不倒平稳的过渡了口罩低迷期，已经是非常不错了总体来说呢，是一位挺成功也挺成熟的优秀男士。按说呢，他这样的男人找个结婚对象应该不是很难的吧？可是听了他的一席话之后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明白的人。他把人心看得太透了可能现在的婚恋大环境确实是不太友好的。他说呢，10几年来他谈过无数的女朋友，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并且呢记忆比较深刻的也就2、3个。他总结说这些年接触过的女孩子说实话，真正想娶回家的，或者说能够胜任妻子这个角色的女人是很少的。当然我们不排除他有一些挑剔的因素，但是他讲的有些东西真的是现实存在的呀。他说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女人根本就不适合结婚呢？首先一个就是她们真的很自私，即便是双方有爱情为基础的也毫不例外，每个人想的都是自己的既得利益，我要什么，我想得到什么，我能得到什么，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多。他们并不懂得关心对方的需求是什么，我可以给对方带来什么呢？很多的女人认为自己长得漂亮就可以有大把的男人挑选，总是希望男人呢像舔狗似的追求她，而自己呢可以为所欲为。其实大部分时候真正比较成功的男人，或者说优质的男人，都不会是舔狗人家也有大把的女人可以挑选。到最后真正娶回家的都是些长相端庄、性格温和、懂礼数、有教养的好女人。所以感情的付出仍然是需要对等的，他们很多人呢都不明白这个道理。其次现在的女人呢物欲太强了无论美丑，只要是遇到喜欢自己的男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男人会不会给他花钱花得多就是真爱他，花得少就是骗子。交往初期要考验男人的诚意，钱是标准，结婚要彩礼，要看男人的态度，还是以钱为标准。嘘寒问暖的就成了他们口中的渣男了规划未来的就成了他们给他们画大饼的。谈感情的呢就说你想白嫖，男人比较节省呢就说抠门小气没诚意。现在的女人有几个愿意跟你谈感情的呀？个个都跟你谈钱就让你喜欢不起来呀。那谁还愿意娶这样的女人回家呢？最后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女人已经丧失了作为一个女人的功能了。她不想做饭，不想做家务，她甚至都不想生孩子，只想自己享乐，也不会照顾老人，不会照顾老公大小姐脾气还很大，动不动就跟你闹离婚。以前的人结了婚就是一辈子呀。所以男人他敢为了这个家庭为了婚姻去付出他的一切。而现在的人呢结了婚2年就离了，他哪还敢拿他的所有去赌呢？他赌不起他也怕赌输了呀。所以现在有很多人晚婚晚育嘛甚至不婚不育，那真的是因为男人不敢轻易的娶你们觉得他分析的有道理吗？咱们评论区来说说。有些大龄剩女她真的是不信邪的，你跟她说再多都没有用。38岁的未婚女人都这个岁数了，还自信爆棚。你说你如果已经做到了事业有成还有点骄傲的资本，但是你可能也就有个几十万收入，学历高一点就把自己排在了优质女人的行列里。什么是优质女人呢？搞清楚了没有要说事业方面，你能跟董明珠那样的女人去比较吗？要说家庭方面，你会经营感情吗？你要是会经营的话，不早就结婚了吗？你这个岁数生孩子都有困难了，找对象的时候满嘴都是那些话，
什么我不能将就着找个条件比我差的男人结婚啊，来降低我的生活质量啊，什么我虽然但是却看起来很年轻，什么如果这个男人没有什么亮点吸引我啊，我嫁给他是为了什么？难道是为了给他这种低质量的基因传宗接代吗？有的时候啊，我一听到他们说这种话，真的就有点哭笑不得了啊。38了啊，还想找个跟自己年龄相仿的优质男人。最气人的是啊，他们就算见了 N 个优质男人，受尽了别人的拒绝，也跟战斗英雄一样啊，绝不低头，绝不妥协，坚决不肯投降，一定要战斗到底的样子。可是啊，当你告诉他这么坚持到最后啊，可能真的结不了婚了啊，嫁不出去的。他一定会回你一句非常经典的话：谁规定的人就一定要结婚呢？找不到就自己过也挺好的啊。他会怼着你啊，没话说。我真的想问一句，那你来征婚干什么啊？就你这个要求啊，根本就不可能找得到啊，那就自己过呗啊。就他说的那些话啊，我们来分析一下啊，什么条件差的男人会降低他的生活质量了？说实话，什么是生活质量啊？只有物质才是衡量生活质量的唯一标准吗？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他没有陪伴吗？没有照顾吗？没有精神共鸣吗？没有相互扶持吗？这些东西不是一样也很重要吗？虽说有句话说啊，贫贱夫妻百事哀，那你怎么不想想另外一句话呢？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啊。所以啊，你不能只看到了婚姻某一方面啊，你还得看到它另外还有很多很多方面的。还有那句话啊，就别老挂在嘴上了，我都替你们害臊啊。什么看起来很年轻啊？人家男人要的不是看起来很年轻，人家要的是真的很年轻。又说什么啊，男人没有亮点吸引不了我，我真的都想笑出声来啊！你身为优质男人，人家有多想吸引你啊？人家只想吸引那些年轻漂亮的小姑娘，根本就没你什么事儿。别说我说话绝对啊，事实就是这么绝对的。你曾经拿你的青春去赌明天，而明天啊，现在就在眼前，青春却没了。想结婚的大龄未婚女人一定要早一点清醒啊！不想结婚的可以继续做你的梦啊，我就不打扰了。但是真的啊，想要结婚的就想想清楚啊！你们觉得我分析的对吗？给个红心再走啊！如今啊，在北京、上海这些一线城市里啊，这个00后的女孩和90后的女孩真的竞争非常激烈。最近呢，有个33岁的北京男生啊，人工智能工程师啊，非常优秀，年薪100万，在北京有房有车啊，也有北京户口。就这种条件，在一线城市的相亲市场里面，其实也算香饽饽了啊。关键的是，这个男生原本他想找个90上下的，觉得有利于结婚嘛，不想找个年龄太小的，怕人家还没有结婚的打算。所以我们一连给他介绍了3个90左右的女生相亲。见完了这几个女生之后啊，这几个女生分别反馈了她们自己的想法。其中第一个说呢，33岁做到这个年薪也不算什么。他说自己做金融的，天天跟大佬打交道，这种收入跟他是差不多的。他觉得男生没什么亮点可以吸引他，所以他没看上这位男生。另外一个女生呢，上来就说了啊，这个男生是我已经降低了条件之后我答应见面的但是呢，感觉我仍然接受不了这个条件的男生。听说他还有房贷我还是不太想结了婚还要跟他一起还房贷，生活质量一下子降低好多。我觉得呀，自己还是想找个在创业的男生，或者年纪大一些、事业已经有成的男人。北京最好有全款的房子有别墅的更好，对我来说更有吸引力一些。我反正见完这位之后呢，我就有一个想法，我还是真的不能降低自己的要求的。等到现在了，为什么我还要将就呢？这位呢也没有看上这个男生。那么还有最后一个他呢也是一堆理由，什么长相不太喜欢什么不是独生子，有个妹妹，自己处理不好这种关系等等等等，就是也没看上他。于是我们也很纳闷现在的女生都如此眼高于顶了吗？一个细节不行都能覆盖掉对方所有的优点。后来我们就试着把这个男生的资料呢推给了2位00后的小女孩。这2个女孩就很奇怪人家一致就认为这个条件是很好了，完全没有问题，可以见面认识一下。因为00年的女生她们想得特别明白，首先自己绝对不想成为大龄剩女，所以坚决不走他们的路线。早早的人家就要处理好成家这件事情，他们觉得自己不一定就非得要找一个多么优秀的男人只要找个男生有上进心的就行是个潜力股就好。
人品好，正直阳光就行了。至于钱方面呢，能好一点当然更好，但是如果没有那么好呢，也可以一起努力的。别说一起还房贷，就是一起共同买房子，他们都觉得很正常，完全能接受。看来这个竞争的局面真的已经完全打开了，大家有没有闻到那股硝烟的味道呢？